开机做烘焙前的工作。通常来说，第一天开机的时候呢，它的点火装置呢都需要用一定的时间才能打着的。好，现在已经点着了火，把豆仓门关起来，先慢慢热机。这个热机的时间段呢，通常来说，冬天可能会用40分钟，夏天可能会用25到30分钟。机子必须要加热到200度，然后等温度下降到170、10度左右，再重新把机子的温度升到入豆温，就可以开始烘焙了。启动烟雾设备，让气候不再那么的污染，因为在烘焙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粉尘类的东西。通过设备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的天气最高17度，最低13度，现在是有雨的。看一下空气的湿度，90%的湿度，然后大气压在1022。那么懂得了天气情况、豆子情况，我们在烘焙的过程中就可以构建一个烘焙框架了。今天烘焙的是哥伦比亚的蕙兰和埃塞俄比亚日晒居士的咖啡豆。通常呢，在烘焙之前都会需要对咖啡豆进行一些挑拣，挑取一些明显的瑕疵豆。这一款是西达摩的日晒居士，这一款是哥伦比亚蕙兰的商业豆，这2款都是属于商业豆，是来做意式拼配使用的。在做意式咖啡烘焙的时候，有些烘焙师是做生拼。所谓的生拼就是找几款比较接近的豆子，然后一起去烘焙，这叫做生拼。然后每一种豆子烘焙好以后，进行比例的调整拼配，这叫做熟拼。我的烘焙手法呢，习惯于用熟拼，也就是说，每一款豆子我都是独立烘焙，然后进行烘焙好以后，按照不同的比例进行拼配。这一款哥伦比亚的商业豆子，它的种植海拔比较低，因此它的密度也就比较低。通常呢，我们会通过仪器来检测咖啡豆的密度，以密度基本上你就知道豆子的种植海拔。如果说是低海拔的密度比较低的，它烘焙的手法也就不一样。这一款是埃塞俄比亚西达摩的居士商业豆，也是日晒豆。
通常埃塞俄比亚的咖啡种植基本上都是海拔1000米以上，那么相对来说呢，它的密度相对是比较高的。通过检测也表现出，按照2桶简易的检测，这一款豆子每1升的密度的重量大概在740克。那么通常来讲呢，740到780的密度相对来说是属于比较高的密度。这一款哥伦比亚的豆子呢，通过2桶的去检测出来呢，每1升它的重量大概在710到720左右，相对的密度就比较低。因为我的个人烘焙习惯都是微批次的烘焙，因此呢，每一锅基本上都是定量的。这样子呢才会减少在烘焙过程中不可控的因素。不管我平时烘焙精品豆还是意式豆，我通常呢都是使用定量来烘焙，也就是说，我只会烘焙我的锅炉所容纳的总量的55%到60%的这一个载量进行烘焙，这样子就会减少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了。现在的热机时间已经来到了差不多30分钟，炉内的温度是200度，进风温度是217度，出风温度是234度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会把烘焙机的火给关掉，让它慢慢的降温，同时把风门关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让它把温度降回到178，重新加热，这样子整个设备的温度就会比较均匀。在这段时间，我们先设置一下我们的烘焙软件，把刚才豆子的信息输入 Artisan 的这一个软件里面，方便后面在烘焙的时候进行豆子的品质监控。烘焙软件 Artisan 的豆子参数已经输入进去了，那么我们再回来看一下我们的烘焙机的温度。因为刚才把风门从30%回到10%的缘故，虽然说在断绝了加热的情况下，它因为排气不好，锅炉里面的温度还是上升的，那么我们不用去管它，静静等待，让整个设备充分的均匀受热。在这个时间段，我们可以把豆子先倒入预备豆仓，等温度降下来，就可以开始进行烘焙了。现在的热机时间来到了38分，机器从230度缓慢的降温到190度，然后重新给设备进行加热。好，点火成功。因为这是第一锅豆子的烘焙，我会使用比较高一点温度开始入豆。通常第一锅豆子的烘焙的时候，它的炉温是需要高一点的，大概在195度这样子就可以下锅了。入豆，我是习惯于用逐步降温的方法，前期我会使用慢慢的进行脱水的步骤。这一期的视频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欢迎分享传播。
谢谢收看。